这个男人刚开门就懵了，只因为他老婆被人抢走了。绿珠，绿珠。男人叫了2声，没人回应，他不禁感叹：土匪连女人都抢，算啥英雄？到底来了多少人？厨师正在查。查你娘！男人气得发笑，随后便要去报仇。这个男人叫烽火连城，喜欢抱着把琵琶，也不是喜欢弹琵琶，而是用琵琶打人更疼一些。这年头，清廷要清剿天下的练武之人，烽火连城看到商机，便拉拢了一批手下，靠着杀练武之人来换取朝廷的赏金，一天就能夺取173条命，共计银两26000两。而他还想加价，觉得人越杀越少，这活快绝了。事业步步高升，家庭也需要一个。这天，烽火连城从俘虏里找到了一个高丽女人，扒开头发一看，像极了当初的前女友。烽火连城一下子就动心了。这个女人的要求也很简单，能吃饱就行。烽火连城忍住躁动，等女人先垫垫肚子，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快乐。这氛围还没营造起来，一个手下就闯了进来，是来报告消息的。关键时刻被人打扰，犹如咽喉卡骨头，咽不下吐不出。烽火连城拔刀就把手下给劈了，把人杀了还不忘扒光衣服，要当成重犯向朝廷收钱。1碗麻辣烫，一夜换7档。烽火连城填补了内心的空虚后，于是开始继续上班。一伙人查到了一个武庄，经过探查，里面住了99人。为了防马贼抢粮，基本上都练过武。这是西北关最后一处可以发财的地方。发信号给王爷，只要价钱谈好，就立刻涂装。而这个王爷同意了这次加价，于是烽火连城派人开始夜袭武庄。这武庄里的人本想碰一碰，可烽火连城直接炸开了大门，大军闯入，打得武庄措手不及，庄主带女儿都只能等死。看着烽火连城的人把自己包围，危急时刻，一个人走进了大门，只见他拔出双刀，一杀就是一大片。而后又出现了几个人，很快烽火连城手下的几个小头目和一众士兵都被解决了。他们留下了一个士兵，让他回去给烽火连城报信儿。他们便是从天山上下来的旗舰。既然下山来就是为了对抗朝廷，而第一个开刀的就是这个烽火连城。这个男人手把琵琶也不遮面，他刚刚知道有个叫旗舰的小团体，7个人消灭自己200人的军马，这可把烽火连城气坏了。他也不弹琵琶，拿着就是为了打人更疼一些。于是他派亲信准备一下，召集100人，安排早饭，然后亲自带兵去杀个回马枪。而正在烽火连城要去准备一下的时候，一个手下赶来报信，声称旗舰在门口叫阵，那烽火连城可要会一会他们了。来的只是7舰中的3舰，其中的老妇告诫烽火连城，要他们撤离天门屯，不然到时候就消灭他。中午之后，你们什么狗屁旗舰，我亲自消灭你们，把武庄每一寸土地我都给你铲平了。殊不知，这是调虎离山之计。老妇3人在这儿拖住烽火连城，其余的4舰则是杀进了烽火连营的大本营，在各处引起大火，烧粮食，给马下药，军中顿时乱成一团。其中最离谱的也是这个叫楚昭南的，他趁着大乱进入了烽火连城的房间，不但杀死了烽火连城最牛的手下，还把烽火连城的女人给掳走了。烽火连城回城一看，直接就傻眼了，这还是我家吗？我才出去一会儿功夫就变成这样了，烧杀抢夺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我女人给掳走了？土匪，连女人都抢，算啥英雄？禽兽不如。于是烽火连城就要去武庄报复。打开门一看，发现武庄的人早就溜走了，一根毛都没有。这让我报复谁去？这还给我设陷阱。这下子把烽火连城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不蒸馒头争口气，烽火连城直接带人追赶武庄的一行人，而武庄正要前往深山躲避。烽火连城追到一处充满迷雾的森林时停下，这一看就是要偷袭的节奏。而旗舰等人也确实在前方埋伏。烽火连城一顿观察，还是算了，派人找亲王去要大炮，准备把武庄的人给轰下山。经过亲王的同意，烽火连城就开始着手消灭旗舰了。而他正洋洋得意地放着炮，而外面女人却和楚昭南产生了感情。2人寻找到快乐后，烽火连城的女人告诉了楚昭南一个秘密，
那就是烽火连城的钱都藏在天门屯的佛像里，偷了钱，烽火连城就发不起工资，发不起工资，军队就会不攻自破。楚昭南和烽火连城的女儿偷偷来到天门屯寺庙，楚昭南手持游龙剑就劈向了佛像。同一时间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了进来，烽火连城竟然就在寺庙外直接开炮就轰。楚昭南两人打破墙壁，马上就要逃，可烽火连城的女人中了陷阱。楚昭南为了救下她，扔出游龙剑砍断绳子，自己却没抓住，而这把游龙剑就落在了烽火连城的手中。所以隔天，只有这个女人跑了回来，她告诉其余6剑楚昭南的处境。这个男人刚刚得到一把绝世神兵，被抢的是一个名叫7剑的小团体。剩余6剑一番讨论，决定去救一下楚昭南。于是几人在老妇的一番战前演讲下骑马而去。烽火连城为了7剑的到来开了个宴会，他也知道7剑的来意，觉得可以谈，先把他女人还回来。而老妇却说他死了，这烽火连城可受不了了，他拔出游龙剑，想起了和爱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随后楚昭南就被5匹马拉了出来，这一看就是要五马分尸的节奏。老妇赶紧叫停，烽火连城决定退一步，表示把其余6把剑都留下，这事儿就算完，因为他要用手里的游龙剑试一试，看看哪一把剑更厉害。老妇等人为了救楚昭南交了剑，而一个女的就是不肯交，其他人一看也赶紧拿回自己的剑。面对楚昭南即将被分尸，其中一人把剑插在了铁链上，楚昭南还能再挺一会儿，他站了起来，利用那把剑挣断了锁链。7剑打完小兵，就准备消灭烽火连城。烽火连城看情况不对，就往里面开始跑，而楚昭南就开始追。两人在一处狭窄的地方交战，姿势怪异却不失风度。在楚昭南一脚踹飞烽火连城后，烽火连城起身接着干，但没想到的是，烽火连城竟然更胜一筹，一把抢走了楚昭南的剑。现在双剑在手，烽火连城根本不慌，他却不知道7剑每把剑都有属性加持，而他刚抢的剑就是有磁力属性。钢球被吸引，砸到了烽火连城。楚南看准时机抢走双手剑，并且回身一剑刺死了烽火连城。至此，一代枭雄就死在了不知道剑的属性上。而7剑下一个目标也确定了，就是上京找皇帝，逼皇帝解除禁武令。